2025年，全球經濟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世界總 GDP 突破了110萬億美元。本視頻中介紹的前20大經濟體是這一增長的強大引擎。這些國家的總產值超過93萬億美元，約佔全球總產出的8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全球經濟結構正變得日益兩極分化。僅美國一家就佔全球 GDP 的25%以上，而中國憑借龐大的工業基礎繼續穩居第2位。但真正的故事隱藏在表面之下。中等規模經濟體競爭激烈，新興市場正在排名中攀升。波蘭等國首次進入萬億美元俱樂部。我們將探索前20項，分析其增長動力及潛在障礙。第20名，波蘭，2025年 GDP 約為1.04萬億美元，增長率為3.0%至3.5%。波蘭進入萬億美元俱樂部，標誌着歐洲近30年來最顯著的經濟轉型之一。其增長模式與歐盟深度融合，充當了西歐的製造支柱。關鍵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電子組裝、物流，以及日益增長的商業服務和 A-to-A 包。波蘭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雙重優勢：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結合歐盟水平的基礎設施和監管對齊。2025年的增長率顯著高於大多數西歐經濟體。然而，這一模式開始面臨勞動力短缺和人口下降等結構性限制。展望未來，波蘭的未來取決於能否成功從製造中心轉型為創新驅動型經濟。第19名，沙特阿拉伯，2025年 GDP 約為1.1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2.5%至3%。沙特2025年的經濟表現仍主要由石油市場和碳氫化合物出口決定。然而，該國正處於2030願景下全球最雄心勃勃的經濟轉型之一，巨額投資正流向 NEOM、旅遊業和可再生能源等大型項目。雖然增長保持溫和，但關鍵挑戰在於多元化。長遠的問題是，沙特能否在全球能源需求結構性下降之前，建立起一個自給自足的非石油經濟體。第18名，荷蘭，2025年 GDP 約為1.2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1%至1.5%。荷蘭是全球聯繫最緊密的經濟體之一，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扮演着戰略樞紐的角色。鹿特丹港是整個歐洲大陸的門戶，同時，荷蘭也是高科技製造的關鍵參與者，擁有 ASML 公司，全球唯一的 EUV 光刻機生產商，這對先進芯片製造至關重要。2025年的增長相對溫和，反映了歐元區的普遍停滯，其脆弱性在於對全球貿易終端的開放性。未來，其優勢將在於維持在全球價值中心的地位。第17名，土耳其，2025年 GDP 約為1.4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3%至4%。土耳其是一個複雜且極具活力的經濟體，受益於龐大的人口和戰略地理位置。製造業、建築業和旅遊業是主要增長驅動力。它擁有強大的工業基礎，且處於歐亞之間的戰略位置，支撐了2025年的增長預期。然而，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和通脹仍是主要隱憂。土耳其的未來取決於恢復貨幣信譽。如果目標達成，它有潛力成為主要的地區經濟強國。第16名，印度尼西亞，2025年 GDP 約為1.50萬億美元，增長率約5%。印尼是最具前景的大型新興經濟體之一，有超過2.7億的人口和強大的內需支撐。其經濟受自然資源、製造業和快速擴張的數字經濟支持。印尼還利用其巨大的鎳儲量、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組件，在全球能源轉型中進行戰略布局。然而，基礎設施差距和行政效率低等結構性挑戰依然存在。展望未來，如果能持續改革和產業升級，印尼有切實路徑進入全球前10名。第15名，墨西哥，2025年 GDP 約為1.6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1%至2%。墨西哥正迅速成為全球供應鏈中極具戰略價值的經濟體，並從近岸外包中獲益。
其優勢包括緊鄰美國、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成本，以及通過 USMCA 等貿易協定的融合。儘管有這些優勢，受結構性限制影響，2025年增長依然溫和。挑戰包括基建缺口和安全問題。墨西哥的長遠軌跡取決於能否通過基建升級和產業優化，將地理優勢轉化為持續的生產力增長。第14名，西班牙，2025年 GDP 約為1.7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2.5%。西班牙已成為歐元區表現較強的國家之一，表現優於許多歐洲同行。其經濟以服務業為主，旅遊業發揮核心作用。但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取得了顯著進步。2025年的增長預計將持續領先。然而，青年失業率高等結構性挑戰限制了潛能。西班牙的未來將取決於提高勞動效率和擴大高價值產業的能力。第13名，澳大利亞，2025年 GDP 約為1.8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1.8%至 2%。澳大利亞經濟將資源依賴與強大的制度穩定性結合，礦業出口是核心支柱。除資源外，澳大利亞在金融、教育和旅遊領域擁有成熟的服務業。雖然增長穩定，但對大宗商品的依賴使其易受價格波動影響，住房負擔力也是隱憂。澳大利亞的長遠戰略目前專注於能源轉型，將其定位為全球市場關鍵礦產和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供應國。第12名，韓國，2025年 GDP 約為1.9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2% 至 2.5%。韓國是半導體、電子、造船和汽車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三星和現代等企業是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參與者。然而，韓國面臨嚴峻的結構性挑戰，尤其是快速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減少，以及來自中國的高端製造競爭。未來的競爭力將取決於在 AI 和次世代電池等尖端領域保持領先地位，這些領域的行業壁壘依然很高。第11名，俄羅斯，2025年 GDP 約為2.1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2% 至 3%。俄羅斯仍是主要的全球能源供應商，油氣資源塑造了其經濟結構。近年來，地緣政治緊張和制裁使其貿易轉向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2025年的增長受到能源收入和國家支出的支撐，然而缺乏多元化和獲取先進技術的受限約束了長遠前景。未來增長將取決於其如何有效適應更加碎片化的全球經濟體系。第10名，巴西，2025年 GDP 約為2.2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2%。巴西是拉美最大經濟體，是大豆、鐵礦石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全球巨頭。巴西在大豆和鐵礦石領域領先全球，在其2.2萬億美元經濟體中，受龐大人口支撐的國內消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潛力巨大，巴西仍面臨財政失衡和政治不確定性。持續的改革和基建投資有望在未來幾十年釋放更強的增長力。第9名，加拿大，2025年 GDP 約為2.2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1.4% 至 1.5%。加拿大結合了資源豐富型經濟與高度發達的服務業。加拿大與美國經濟高度融合，這提供了穩定性，但亦產生了依賴。這個2.2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在資源和先進服務之間尋求平衡。住房負擔能力已達到臨界水平，生產力增長依然疲軟。其前景取決於如何平衡移民驅動的擴張與基礎設施及創新的改進。第8名，意大利，2025年 GDP 約為2.3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0.7% 至 1%。意大利仍是歐洲最大的工業經濟體之一 ，GDP 總量約為2.3萬億美元。它在機械、汽車零部件和奢侈品領域擁有強大的制造基礎，儘管增長緩慢，但其工業集群和出口部門依然展現出韌性。然而，意大利正與高額債務和人口老齡化做鬥爭，長期的復甦取決於結構性改革以及傳統經濟模式的現代化。第7名，法國，2025年 GDP 約為3.1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 1%。法國擁有歐洲最多元化的經濟體之一，其經濟涵蓋航空航天、
能源、奢侈品和農業，凸顯了其3.1萬億美元的規模。挑戰在於如何在國際競爭力和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之間取得平衡。第6名，英國，2025年 GDP 約為4.0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1%。英國仍是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經濟高度依賴服務業。2025年1%的增長反映了脫歐後持續的結構調整。長遠競爭力取決於在維持金融地位的同時，向科技和綠色能源等高增長領域擴張。第5名，印度，2025年 GDP 約為4.1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6.5%至7%。印度目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遠超大多數其他大國。受數字服務和龐大內需驅動，印度的前景異常強勁。隨着基礎設施升級，它有望在未來10年內成為全球前3大經濟體。第4名，日本，2025年 GDP 約為4.3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1.1%。日本在機器人、汽車工程和精密製造等領域繼續保持領先。核心挑戰是人口問題，勞動力萎縮正造成結構性限制。日本未來的增長將嚴重依賴於自動化、AI 和生產力的提高。第3名，德國，2025年 GDP 約為5.0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0.2%。德國是歐洲的工業心臟，建立在高質量製造和出口之上。然而，2025年由於高能源成本和需求疲軟，德國陷入停滯。關鍵在於它能否成功轉型至數字產業和綠色技術。第2名，中國，2025年 GDP 約為19.4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4.8%。中國依然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和全球製造業中心。中國正向消費及電動汽車、綠色能源等先進產業轉型。儘管面臨內部壓力，但其巨大的工業規模確保了其全球影響力。第1名，美國，2025年 GDP 約為30.60萬億美元，增長率為2%。美國處於全球體系的頂端，其主導地位由獨特的多元化經濟驅動。美國經濟在科技、金融、能源和消費市場同時領先，其真正的優勢在於世界領先的大學和深厚的資本市場所支撐的創新生態。儘管面臨公共債務等挑戰，美國依然保有適應性這一核心優勢。截至2025年，尚無其他經濟體能與其規模、創新和全球影響力相匹配。